我乘坐兰卡高速火车前往加勒古堡，沿海铁路很美，但也事故频发。古堡内外是两个世界，白色的灯塔，漂亮的日落，漫长的防御海岸墙，这座保存了500多年的殖民地遗址有着怎样的过往？一起去看看。在科伦坡火车站买火车票去加勒，要到13号窗口，因为要查票，建议现场买实体票，简单直接。Excuse me, I want to go this window, right? And you also go to that place. All right. 不懂问一下当地人就行。这次乘坐的是比较高级的快车，只要240卢比，但我一看发车时间只剩2分钟了，完了，赶紧找人问问是哪个站台。好在当地年轻人大多会英语，感谢指路。要过天桥，冲吧，还有1分钟，等等我啊！错过了会怎么样？其实票是当天有效，但快车并不多，错过了就要再等2个小时，总算是赶上了，还挺多空位。火车开动，注意前面40分钟的行程是靠着海边走。一路上无敌海景，这辆列车也被网友称为斯里兰卡最美的沿海火车。绕到车门处给大家看一下，注意这火车是不关门的，确实很漂亮。像这种靠海这么近的铁路，在全世界也很少见，因为美是美，但并不安全。海风海浪具有高腐蚀性，铁轨和钢结构生锈快，稳定性不好，且涨潮的时候海水直接漫过铁轨，列车即使减速风险也很大，时常发生事故。最严重一次是2004年12月26日，就在这段铁路上，火车遭遇海啸被掀翻，约1700人遇难，也是目前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铁路灾难，没有之一。据说还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。即使如此，修复之后也难挡世界各地游客对它的喜欢。我现在来是淡季，旺季的时候车门这里全是人，挤都挤不过来的。现在就还好，偶尔有人过来吹风，他们胆子很大，半个身体挂在外面。Be careful, be careful. 大家千万不要模仿。来看看车厢，普通车厢没有空调，但通风很好，舒适度还是可以的，并且配备了洗手间。就是旧了点，但挺干净。这对2个半小时的车程而言十分必要。除了海景，有些停靠站点的墙上有很漂亮的壁画，喜欢的朋友可以留意拍拍照啥的。来感受下快车的速度，最快的路段可以达到100千米每小时，但时不时要减速，平均时速只能达到4到50，所以120公里要跑2个半小时，这已经很不错了。到站准备下车，加勒不是终点站，还有很多乘客上车继续南下，但是他们的火车头直接断开连接，然后往另外一边跑了啊！这是因为加勒是比较陈旧的镜头式车站，下一站在另一个方向，但火车无法掉头，就必须火车头先拖挂，然后绕到车厢的另一头，再把它们拖出去，前往下一站。这种做法很低效，但资源有限，用不起什么机车转盘、三角折返线，也只能保持这种古老的运作方式。我们看到的复古其实是无奈。出站的时候要回收火车票，要是掉了就算逃票。如果你想收藏火车票，人少的时候跟他们讲，看你是外国人，一般会给你。走出加勒火车站，这里距城堡非常近，不需要打车。前面20米有个人行横道，从这里穿过去，沿着这条河往前走200米，可以看到一个汽车总站，这边有个小门，走进去就能看到城堡的外墙。这就是目前世界上保留最完整的殖民要塞之一——加勒古堡。这个洞就是大门，城堡内外是2个世界。它怎么来的？500年前，这里还是西兰一个繁忙的贸易港口。1505年，一艘葡萄牙商船意外靠岸，他们发现了当时比黄金还值钱的东西——肉桂，一种来自树皮的香料，可以防腐入药，也是身份的象征。于是从贸易变成控制，葡萄牙人在这里建立起了简单的堡垒。1640年，新玩家荷兰登场，通过东印度公司赶走葡萄牙，并花了大力气重建了更加坚固的石头堡垒进行守护。这就是我们看到现在的城堡主体。看看这墙这么厚啊！1796年，英国又打跑荷兰进行接管，他们没有推倒重来，而是保留了主体建筑并加以维护。城堡内是官员商人的居住地，而城外则是西兰平民的生活。一道城墙把阶层分得清清楚楚，直到1948年西兰独立，这个曾经的殖民要塞才慢慢变成旅游地。里面的建筑以荷兰风格为主，看起来就像一个欧洲小镇。有个老外在里面剪头发，小哥打招呼，抱歉没时间打理发型。这里消费可不便宜，很多攻略建议大家住城堡里面。那我们先去看看住宿。城堡内寸金寸土，酒店价格在100到900美元之间。比如这家5星级酒店只有17个房间，从天上看就这么点儿大，房间倒是不小，但是那种古典风格，220美元一晚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公共的用餐区域是这样的，还有留声机，和我们平常看到的5星级不太一样。
周围其他的酒店也大差不差，都是这种古典风格。毕竟大多是老建筑翻新而来，要的就是这个味道。这里来的大多是欧洲游客，他们跨越半个地球跑过来，找寻祖辈走过的路留下的那些痕迹。历史绕了一圈，又似乎回到原点。古堡并不算大，环绕一圈大概3公里，整个逛一遍我只花了不到2小时。其中有个白色教堂比较特别，是荷兰殖民时期的精神中心，当时的官员精英在这里举办婚礼和重要仪式。怎么现在还有士兵守在门口？不知道是不是今天里面来了重要人物。不管了，碰到个本地小哥拿着单反在拍照，打个招呼 Professional. Thank you. 他在给一位穿着白裙子的女生拍照，这个女生非常漂亮，还示意我也可以拍。我指了指摄像头说已经在录了，然后我看到了远处的微笑。 Very nice. 当地人真的很友好啊，再见。然后我们往灯塔的方向走，去看看这里最漂亮的地方。问下老外节省时间。 Excuse me. Did you see the tower? Light tower. That way. Thank you. 这里就是靠海的外城墙，也是整个斯里兰卡看日落的最佳地点。从这边上去，哇，这个海景，太阳在这个方向，已经站满了人。找个空的位置，控制一下拍摄的白平衡，看到没？太阳就剩那么一点点了，赶快放大。5、4、3、2、1，日落结束。哎呦，就看了5秒钟，还算是赶上了吧？开阔无遮拦的海面，贴着岸边的城墙，加上沧桑的历史，造就了这个绝佳的观景点。继续往上走，这个平台过去是防御工事，可以看到地面还留下一个大坑，应该是固定炮塔的基座。然后左边这里，白色的就是加勒灯塔，古堡的地标，也是指引船只进入港口的生命线。这2位法国过来的游客正在专注的拍摄，但我更喜欢后面的这块石头，画面感很好，感觉非常特别。有名字吗？问问他俩知不知道。 The rock. Yeah. It's so beautiful. I just think it should have a name. Very beautiful location. Yeah. 注意，现在石头上什么都没有。1分钟后，这位印度来的兄弟兴奋地提醒我， I thought that is why you noticed the wrong time. 石头上飞来2只海鸟。 I see that. You see that? 他很激动，说这会带来幸运大吉。好吧，见者有份，分享给大家。然后在观景台中间本来有个很大的炮台，因为挡风景被拆除了，只留下2个很深的圆坑。这些炮台对着海边是防什么？防海盗和别国舰队。这个港口是登陆加勒的唯一入口，在过去，谁控制了这里，就控制了当地的香料、宝石贸易，也就意味着巨大的财富。纵观人类历史，几千年的争斗都是围绕资源和利益。西兰后来能和平独立，英国放手，很大程度也是因为时代变化。工业革命之后，有了冰箱，有了新的香料技术，肉桂就不值钱了，这里就没什么好争夺。时至今日，斯里兰卡依旧贫瘠，但除了科伦坡之外的大部分地方又回到了与世无争的状态。低物质欲和当地人的笑容让人印象深刻。也许生活本来就该简单一些。我还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，在斯里兰卡手机普及率很高，2200万人有2900万张 SIM 卡，也有5G 网络连通世界，但是很少看到他们玩手机，讲完电话手机放口袋，没事的时候几个人坐在一起聊天，不刷视频也不玩游戏，这是为什么？有人说网费贵，20多块1个月的无限流量贵吗？有人说手机配置低，配置再低都2026年了，100元手机刷视频也没问题啊。我研究了一下，有可能是生态还没建好，本土化僧伽罗语的内容太少，没有足够的吸引力，所以大家不喜欢玩。说说吃的，古堡内大多是面向欧洲旅客的餐厅，简餐80到200块。哎，这个头像感觉很熟悉啊，是意大利的咖啡馆。但如果你更习惯主食是米饭，那就要走到火车站旁边的商圈，这里有个本土口碑很好的老字号，就是这家 Hungry。外面看起来破破烂烂的，但里面还可以看到都是本地的顾客。给大家看一下菜单，这菜单很有意思，它有2种标价 R 和 F。R 是本地人价， F 是外国人价，外国人价格贵70%，据说是景区的行业惯例。虽然有点不爽，但附近所有餐馆都一样，也没得选，分量倒是挺大。怎么吃？正常是手抓，但既然收了外国人费，会找他们提供刀叉和勺子。这里一共是2200卢比，如果是本地人只要1300，你觉得合理吗？2个价格体系是因为如果统一高价，本地人消费不起，所以实行当地人补贴，游客市场价。不过重点是明着来，规则摆在桌面上告诉你，比什么都不说，暗中调换2种菜谱的做法，接受度可能好一点。
那要完全体验当地人生活，还得走出景区，去远一点的村子。我在古堡认识了几个老外，他们推荐了一个当地家庭，说安全没有问题。过几天我去看看，准备住在村民家里，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，要不要彩礼，靠什么挣钱等等。在越南、老挝、巴厘岛我就想尝试，但有很多顾虑，这次总算有机会。我是维森，那么过几天再见。